明朝末年，内忧外患，局势风雨飘摇。关外的后金势力如同一头凶猛的野兽，对大明江山虎视眈眈。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孙承宗挺身而出，成为了明朝的中流砥柱。孙承宗本是一介文人，然而他对边关防务有着浓厚的兴趣，凭借着自学，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知识。后来，后金攻势猛烈，辽东局势吃紧，孙承宗临危受命，转行投身军事。这一转变，仿佛是命运的安排，让他从一位文质彬彬的书生，摇身一变成为了铁血将军。孙承宗担任冀州督军后，力排众议，坚持保关内必守关外的战略方针。他极力说服朝廷，耗费大量心血修建锦州宁远防线。这条防线在后来的战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了明朝抵御后金的坚固屏障。有人曾质疑这条防线劳民伤财，甚至拖垮了明朝经济，但事实却证明，正是因为有了这条防线，袁崇焕才能取得宁远大捷。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大军来势汹汹，袁崇焕借助孙承宗构建的防线，留少部分兵力坚守宁远，派主力部队绕到努尔哈赤后方，用西洋巨炮一阵猛轰，后金大败。努尔哈赤也因这场惨败病发身亡。孙承宗将明朝的防线北推到锦州宁远一线，大大加深了明朝的战略纵深，为后续的战略布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孙承宗的强势作为也引来了朝廷内部的反对声浪，以为忠贤为首的一帮奸臣不断对他进行诬告打压。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孙承宗无奈称病辞官，回到了老家。后来皇太极执掌后金，再次围困京师，崇祯皇帝赶忙重新启用孙承宗。孙承宗一上任，立刻调遣原先的部下，在锦州一线排兵布阵。这一举措严重威胁到了皇太极围困京师的计划。为了防止退路被切断，清兵一口气撤退700里才敢停下。可即便立下如此战功，孙承宗还是遭到了大臣们的针对。这位70岁的老将不得不再次告老还乡，回到高阳县，这一住就是7年。在这期间，朝廷多次派人来请，孙承宗都坚决推辞，不愿再卷入朝堂纷争。然而，命运似乎对孙承宗格外残酷。崇祯11年，满清大军突破山海关天险，孙承宗的老家高阳县也未能幸免。尽管深知大势已去，孙承宗依然展现出了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他带领一家老小100余口披挂上阵，英勇抗敌。但无奈高阳县内无援兵，外无粮草，最终兵败城破。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孙承宗一家死伤无数，他的5个儿子、2个侄子、6个孙子和7个孙辈战死，直系亲属达47人，其余死难者更是多达110口。孙承宗本人被俘后，清兵敬重他德高望重且年事已高，试图劝他归降，给他一条生路。但孙承宗铁骨铮铮，毫不屈服，毅然叫人拿来7尺白绫，自缢而亡。临终前，他发下毒誓，但凡老孙家有子孙活着，与清兵不共戴天。时光流转，300年匆匆而过，历史的车轮来到了民国初期。此时的满清王朝早已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在袁世凯的袒护下，满清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还在紫禁城的小朝廷里维持着那看似体面却实则摇摇欲坠的统治。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曹锟主持北京大局，而北京卫戍部队的将领正是孙岳。巧的是，孙岳也是河北高阳人，他正是孙承宗的第10代孙。当时，冯玉祥被曹锟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孙岳与冯玉祥私交甚笃，两人都对曹锟贿赂当选总统的行为极为鄙夷。于是，他们密谋趁着曹锟主力参加直奉大战的空隙，进军北京，推翻曹锟政权。这一计划也得到了主持北京政务的胡景翼的赞同。1924年10月22日深夜，北京城还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
孙越早已派部下守住北京城的东西南北4个主要城门。夜半时分，冯玉祥的先头部队抵达城下，城上城下哨兵一队暗号，孙越的部队便打开城门，迎接西北军入城。此时的曹锟还在睡梦中，稀里糊涂就成了冯玉祥的阶下囚。曹锟被推翻后，孙越提议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溥仪的小朝廷也给端了。这个提议得到了胡景翼和冯玉祥的大力支持。于是天一亮，孙越就带领着卫戍部队来到紫禁城，勒令溥仪等一众前清遗老在日落之前搬出紫禁城。这一行动彻底结束了满清在华夏大地长达300年的封建统治。孙越将军的这一壮举深得孙中山先生的赞誉，因为将溥仪从北京紫禁城赶出，才是民国革命最伟大、最彻底的胜利。回顾这段历史，孙承宗当年满门被灭的血海深仇，仿佛在300年后，由他的子孙孙越以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得以复仇。历史就是如此充满巧合与传奇色彩，让人不禁感叹命运的奇妙安排。孙承宗和孙越这2位跨越300年时空的孙氏后人，都在各自的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一段令人难忘的传奇。在护国运动当中，已经把那些反对派给养肥了，他们是不愿意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出来的。第一，那些议员会认为，我临时约法的状况之下，国会很有权利，我很有权利啊。换成袁世凯那个原纪约法，国会只不过是总统的参谋机构，我是没有权利的呀。那我当然希望恢复临时约法了，对不对？第二，对于地方实力派而言，他们就意识到中央、国会、总统、国务院之间3方相互扯皮，这样子大家都会有求于我呀。如果真正政令统一了，那接下来要干什么？那不就得要是削藩嘛？那么回过头来就要收拾我了嘛？所以我也愿意恢复临时约法。比较有趣的是梁启超的想法，梁启超这个人，我们上集也看到，他本来是反对临时约法，反对这种分散的体制，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权力的。但问题是，梁启超还是护国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啊。护国运动这段经历决定了梁启超不可能再去主张袁世凯那套约法。那么就在这时，梁启超与滕绍仪一同给段祺瑞上了一封信，上了一个书。这封书当中有一段话很值得玩味。他说：“我公今所掌之机关为国务院，国务院者，元年约法之机关。3年约法所未尝有也。3年约法若为法，元年约法定非法，公所掌之院何由成立呢？”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您段大人今天是国务院的总理，如果按照原纪约法，都没有国务院了只有郑士棠是大总统的秘书，那么您段大人的位置，您这个国务院总理该往哪儿摆呢？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这个背景下，黎元洪成为了各方人都能接受的人物，这大总统的位置没跑了呀。但关键是黎元洪不是你们北洋系统的人啊，按照袁世凯那个原纪约法，你这个国务院的总理或者说郑士棠，他是应该听命于大总统的，只是大总统的顾问机构。那么这岂不是意味着你们整个北洋系都要受制于黎元洪吗？所以你看梁启超这个人贼不贼？他这3言2语一下子就打到了段祺瑞的软肋尽管段祺瑞再不情愿恢复临时约法，但看到这个话，发现好像不恢复临时约法也没办法了，对不对？总而言之，在各方势力的压力下，段祺瑞不情不愿地恢复了临时约法。然而不幸的是，段祺瑞的担忧成为了现实。1916年6月29日，新任大总统黎元洪正式宣布恢复那个被袁世凯废除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任命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表面上看，民国的政治又风平浪静了。然而，借用一句丘吉尔的名言，这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它只是开始的结束。真等到临时约法恢复了以后，
梁启超又觉得，这个约法实在玩不转，必须废除。但问题是，你已经恢复的东西哪那么容易就能废除呢？你废除临时约法，那没有合法性的呀，对不对？所以梁启超就必须等待一个时机，等待一个所有人都觉得临时约法这套游戏规则玩不下去的时机。这个时机很快就来了，它在哪里呢？是远在天边的欧洲大战。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在欧洲，这本来跟咱中国没啥关系的，但却因为当时中国的积贫积弱而被动地卷入了欧洲的大战。这个时候梁启超一看，时机到了，这好机会呀！战争已经打到了1917年，看起来德国是赢不了了啊！德国那套国家主义再先进，看来也不灵了呀。所以梁启超对于德国态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他意识到参加协约国集团对德参战可能会有以下几个好处。第一，我们当时中国不是还欠了英法美各国的庚子赔款吗？我都参加了战争，帮你们打仗了，英美等国肯定会暂缓庚子赔款，这能为当时的中国节省一大笔财政。第二，德国是我的交战国，我对他的庚子赔款，那可以不用付了呀，可以这个取消掉去了呀，又省了一大笔财政。第三，我参加协约国集团，我一定能取得胜利，到时候会有战胜国的好处的呀。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当时最不可告人的一点，梁启超觉得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我当时的中国就进入了战时状态，利用战时状态，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可以搁置临时约法和法律，并更改临时约法，借着参战的机会更改国家体制。所以就在这个背景之下，就在这样的考量之下，梁启超从当年德国的吹鼓手，从一个亲德分子，变成了德国的反对者，一个鼓吹对德宣战的人物他就开始积极地支持段祺瑞政府参加对德的战争。总而言之，一派是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联合国会第二大党研究系，他们背后有日本支持；另一派是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总统府联合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他们背后有美国支持。双方互相打得不可开交，史称后袁世凯时代的第一次府院之争。老实说，尽管参战派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些反对参战的国民党也不是什么好鸟，他们甚至公开对着外国媒体宣称，其实我们对于参不参战没有什么兴趣的，我们压根不管这些东西，我们就是看段祺瑞不爽，我们就是想否定段祺瑞，只要段祺瑞他在台上一天，我们就绝对不会同意他参战想要同意参战可以你段祺瑞下台。在这个状况之下，研究系索性决定不玩了，我搞一个盘外招。你看看那些武人那些各省的督军，我治不了你们，他们能治你们呀。就在研究系的怂恿下，1917年的5月19日，那些属于北洋系统的北方各省督军就联名给大总统上了一封请愿书。这封请愿书写得文采飞扬，洋洋洒洒，痛骂国会专制如何败坏宪法精神。按照梁启超的愿望，最好这些督军团、这些军头丘巴能够迫使黎元洪同意我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不行，那么最好这些武人发起蛮来，把黎元洪赶跑那问题也能解决，对不对？所以说，梁启超等人策动督军团干政，策动这些武人干政，开了一个很坏的先河。武人干政的先例一旦打开，往后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乃至于第 N 次。这边大总统黎元洪在接到了督军团的请愿书以后，他的表现也很硬气。我就是不答应你们督军团的要求，我就不听你们的了。我非但不听你们，我甚至接受手下谋士的建议，索性解除了国务总理段祺瑞的职务因为你们这帮督军团背后都是段祺瑞当老板的呀。这下段祺瑞接到了解职命令以后，索性我直接不搭理你了，出走天津。为什么呢？你这个命令不合法呀，临时约法没有哪个条文规定各省督军不能上请愿书，对不对
啊，但他却明确的规定，大总统的行政命令没有经得国务总理的复属，它不合法，啊，它没有行政效力。所以你黎元洪免除我职务的命令有没有经过我段祺瑞本人复属？没有吧？那是你黎元洪先破坏规则的哟，啊，那往后啊那就不要怪我了哟。总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临时约法这套体制、这套游戏规则是玩不下去了。中国朝着军阀混战的阶段又迈进了一步。这个时候的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当然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哎，这边段祺瑞出走天津，眼看就要搞军事政变了，怎么办呢？哎呦，着急的不得了啊！赶紧请人调停啊！就在黎元洪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了，他说：“不要紧，我可以帮你调停。”黎元洪一看，哎，兴奋的不得了啊！那好啊，你快来，快来，快来！其实他这个行为就相当于什么呢？跟1700年前的何进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都干了一件请董卓进京的大傻事。那么，谁是民国初年的董卓？民国初年的董卓叫做张勋，这个人是江西人，但非常的效忠清王朝，是大清王朝的死忠粉。民国都建立了，他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不仅他本人拖着辫子，连他手下的军队也一律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所以人称辫子军。张勋这个人跟梁启超一样，都非常信奉德意志那套君主制，区别只在于梁启超的态度比较灵活，但张勋不一样。张勋这个人就是个榆木疙瘩啊，觉得中国非有皇帝不可，而且这个皇帝非得是大清王朝不可。在这点上，张勋倒是跟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很有共同语言，所以康有为、张勋，这就是复辟大清王朝的文武二圣。张勋之所以想要积极的调停府院之争，想要调停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的矛盾，啊，其实他是打算借机复辟清王朝的。但问题是，张勋这种小九九，梁启超哪里不知道？他知道的太清楚了，要的就是你要这么干，我要的就是你这种效果。所以那个时候，梁启超领导研究系就不断的在造势，各种游说张勋。张大帅，您看，中国政治之所以搞不好，都是因为那些国会呀，那些国会议员只顾自己的党派利益，从来都不顾天下苍生。如今天下黎民百姓掌握在您张大帅手里。该怎么选择，就要看您张大帅自己了。你想想，民国的法统在国会那里，没有国会，民国是没有法统的呀，对不对？哎，一旦您解散国会，接下来，那啥，你懂的。哎，张勋一听，哎，有道理啊，所以立即发布了一个声明，要求大总统黎元洪限期3天必须解散国会，否则我调停不了了。于是乎，我们就看到了一幕载入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丑闻。1917年的7月1日，张勋赶走大总统黎元洪，正式复辟清王朝。这边张勋一宣布复辟，那边梁启超马上写了一篇檄文，声讨张勋跳梁小丑，胆敢复辟大清王朝，逆历史潮流而动。就在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的帮助之下，这边段祺瑞很快就在天津组织了一支讨逆军，在7月12号这一天，把张勋的辫子军给打走了。仅仅维持了12天的复辟闹剧，就这样终结了。段祺瑞回到北京，继续当他的国务院总理。哎，这边黎元洪不是被张勋赶跑了吗？啊，大总统位置空出来了吗？那正好请我的好兄弟，同样属于北洋系的冯国璋过来代理大总统呀。首先，黎元洪解散了国会。其次，张勋赶跑了黎元洪，接下来冯国璋再代替黎元洪成为了大总统。在这个状态之下，北洋集团既掌握了总统府，又掌握了国务院，段祺瑞更博得了三造共和的美名。在这个过程当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居功至伟，他们写檄文、出谋划策，做了一系列种种事情，帮助段祺瑞。那么投桃报李，新一届的段祺瑞内阁也以研究系为主。这个时候，梁启超就当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财政部长。梁启超和段祺瑞迎来了他的蜜月期。用当事人的话来讲，名段阁而实梁阁或汤阁，也就是说，名义上这是段祺瑞内阁，
但真正掌握内阁的其实是梁启超或者汤化龙。梁启超还在出任财政部长之前就开始建议这个段祺瑞赶紧向日本借款，为了以示向日本借款的诚意，那我们总要做些让步，对不对？首先，第一关于山东和青岛问题，我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和青岛的权益，这不就相当于把山东和青岛的主权卖给日本了吗？第二，东北3省的金融机关与日本人合办，这不就相当于把东3省的金融机关也出卖给日本了吧？第三，开放大米出口限制，与日本协商出口大米，这就让日本有机会干预我们的粮食出口问题。第四，改革货币，以日元作为准备金，聘请日本人当我们的金融顾问，这相当于让日本有机会干涉我国的金融主权。第五，由日本出面帮助中国主持与西方列强的关税谈判。第六，中国有关欧洲大战的外交事务都必须先与日本协商。你看看梁启超出的这6条主义，我都不想骂梁启超卖国贼，其实当初有好多人就是这么骂他的。但毫无疑问一点，梁启超确实是一个亲日派，这是毫无疑问的。更重要的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梁启超作为财政部长，梁大财长，总不能没财政可管，对不对？人一旦没钱，他就往往要掉节操。当年段祺瑞可是一个激烈的反日派，日本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21条的时候，段祺瑞的态度就是跟他干，拼了老命也要跟日本人干，坚决不能答应。但真等段祺瑞掌握政治权力以后，真等他为了没钱而发愁的时候，也就转而成为了亲日派。然而问题是，梁启超这样去屈就段祺瑞，这样去草拟善后借款纲要，他控制国会的愿望实现了吗？并没有。因为从那一刻起，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就被人盯上了。你都那么没节操了，还怎么能让人相信你呢？梁启超之所以推动第2次善后大借款，之所以为了向日本借款而那么没有节操，根本还是为了控制国会，更改临时约法体制，能够让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那么梁启超就出了一个馊主意，国会已经解散了，我们今天中国属于一个没有国会的状态，怎么办呢？可以参照几年以前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那个状态，设立一个临时参议院，人选由政府指派。按照梁启超的如意算盘，要么国民党，要么研究系，你们北洋军阀绝对不会去选择国民党，对不对？那只能选择我们研究系了呀，还有第3种选项吗？按照他的设想，北洋军阀一定会支持他们掌握临时参议院。既然我控制了临时参议院，我就享有了立法权，一切就好说了呀。我可以通过自己的立法权制定一个新的立法，改变临时约法那套体制。算盘是打得很精，然而这个倒霉孩子打死都想不到，自己临时参议院这个主意一出，全国分裂了。逃到南方的那些国民党人立马就不干了，他们组织了一个非常国会，打出了护法战争的旗号。中国再一次陷入了南北分裂的境地，以至于蔡元培对于梁启超、汤化龙非常的愤怒，说梁启超和汤化龙罪不容诛。那么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苦心经营，甚至闹出了南北分裂的惨剧，他们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其实什么好处也没得到。梁启超打的算盘是贼精，但他想不到自己被人截胡了。确实，北洋军阀没有国民党和研究系之外的第3种选择，没有第3种选择，那我造一个出来不就行了吗？造出第3种选择的人叫做许树珍，这个人是段祺瑞的铁杆亲信和高级参谋。与一般的北洋系将领不一样，许树珍这个人能写一手漂亮的同参派散文，是一个北洋系集团内部那些武人当中比较有文化的人。他这个人就非常看不起研究系那些政客，
你们这些政客特别没有节操，特别下流。当年你们这么去巴结袁世凯，一下子情况不对了，回头就背刺袁世凯。今天你们又这样去巴结段祺瑞，回头一旦你们得逞了，是不是也要背刺段祺瑞呢？所以当初徐树铮就竭力反对段祺瑞跟研究系合作，只是当时段祺瑞没得选因为他要组织内阁，除了研究系以外没得选如今情况不同了，眼看研究系就要控制临时参议院，或者说控制国会了，一旦他们得逞了，翅膀硬了，那不就不受我们的控制了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徐树铮在一个叫做安福胡同的地方临时组织了一个政党拉拢了一系列失意的政客，临时组织了一个政党，叫做安福俱乐部，也被简称为安福会或者安福系这个安福系其实就是一个临时组建的草台班子，研究系也好，国民党也好，再怎么样好歹还有自己的立场这个安福系简直毫无立场，其实毫无立场最好，最能让北洋军阀放心那么我们就正好扶持安福系上位控制国会1917年11月，临时参议院选举结果揭晓，其结果大大打了梁启超的脸。最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并没有控制临时参议院，相反却突然冒出了一个安福系控制了临时参议院。当安福系控制临时参议院以后，他们就利用自己的权力修改了中华民国选举法和国会组织法，并通过新的选举法和国会组织法又进而控制了新一届的国会，史称安福国会。可以说梁启超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这使他的名声臭到了极点，自己啥好处没捞到不说，还闹得中国出现了南北2个国会。所以对于时局冷眼旁观的大思想家严复就这样评价道：时人看研究会之汤凉，真是一钱不值也。南北国会皆已成立，后来直持国防，皆此两群猪仔，中国安得太平？研究系的汤化龙梁启超一钱不值，南北2个国会的议员是两群猪仔，严复的评价太到位了。总而言之，当时的民国政治是这样一个状况：大总统冯国璋这是北洋军阀的人吧？国务总理段祺瑞这也是北洋军阀的人吧？国会安福系这还是北洋军阀控制的吗？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北洋集团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它缺乏一个现代政党应有的组织纪律。北洋集团的团结完全是靠个人效忠关系凝聚起来的。袁世凯在的时候袁世凯是老大，大家都听袁世凯的。袁世凯死了，出现了冯国璋和段祺瑞2个老大。这2个老大一旦产生分歧，那该听谁的呢？尽管冯国璋和段祺瑞的关系很要好2个人情同手足，但他们还是因为对待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分歧。段祺瑞觉得对于南方这群乱党就应该武力镇压，坚决平定。冯国璋觉得不行我们还是应该走和平道路，与南方政府进行谈判的。这个分歧又很快上升到了体制层面，史称第2次府院之争。1918年10月，大总统冯国璋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因为在对待南北的议和问题上态度不同，争论不休，被迫同时下野。那么由段祺瑞领衔的研究系内阁也就此垮台了。这意味着梁启超4个月的财政部长道路正式终结。这段经历是梁启超一生的黑历史，这也是梁启超这辈子最受诟病的一段经历。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决裂了。你想，康有为是支持张勋复辟，支持大清王朝重新掌握权力的，但梁启超呢，先是怂恿张勋进北京，通过张勋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再利用张勋赶走大总统黎元洪，然后再拥护段祺瑞反革一击，赶走张勋，这也就相当于利用了他老师康有为所以这件事情让康有为大为光火，他甚至宣称愿世人勿以我与某并称，我有所不为，某无所不为也。说梁启超无所不为确实太过分了，梁启超还是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自己的政治操守的。
但确实他配得上成就善舞这4个字。然而，梁启超的聪明也就聪明在这个地方，他一旦发现自己如果这一步走错了，那他会果断选择激流勇退，抽身而出，而且经常做的是折返跑他是一个折返跑高手。袁世凯不一样，他的一步走错了就赖在那里不动了，所以梁启超才有资格在历史上留下他的好名声。我记得我在读博士那会儿，当时我们班组织去北京植物园参观，搞一个班级团建活动。那么梁启超的墓就在北京植物园当然我们就少不得要给梁任公先生扫一个墓。当时就在梁启超墓前碰见了一位大爷，这位大爷就跟我们介绍起梁启超，说梁启超这个人拥有宰相之才他不知道我们就干这行的了。当然我们听听也就笑一笑。确实，梁启超这个人很有战略眼光，也很有政治洞见他非常聪明，但他缺乏宰相所应有的政治威望和实操能力。梁启超的角色更像一个高级谋士。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他有点像三国时期的贾诩。贾诩字文和，但他干的事情经常是乱舞。梁启超也想为中国开太平，但他同样起到了一个乱舞的角色。然而梁启超终究是比贾诩了不起得多，因为他具有超前的政治眼光，具有新锐的思想。尽管梁启超经常搞乱局面，但却能为后来人收拾局面提供新的思想，提供新的启发。这是梁启超了不起的地方，也是今天我们仍然肯定他的地方。在梁启超远离政治以后，大思想家和青年导师的角色又占领高地了。从1903年开始，梁启超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清王朝。民国成立以后，他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北洋实力派。现在看来，这终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名望、权力、利益，这一切瞬间都成为了泡影。如今梦醒了，该回到自己正确的道路上来了。1918年以后的梁启超跟北洋集团决裂了，他的思想仿佛又回到了1903年以前。那么这一次，梁启超确实是如真宗所言，是一位多才慧的女子。她出身贫寒，按道理说应该不曾读书，但到了立后之时，她已经小书史。估计在离开真宗藩邸后的那段时间里，她一直在接受教育，而很明显，她生性聪明，闻朝廷大事皆能详细记下，这为他能够参与政治提供了必要的自身条件。其次，真宗朝东风西射，刘娥皆有跟从。真宗深夜批阅奏章，刘娥也在身边，这证明了真宗与刘娥的感情相当深厚，因而为他参与政治提供了现实条件。第三，刘娥接触政事乃是从内而外，在处理家庭事务方面，刘娥是一位胜任的管家。正是她能适当处理好宫廷内部的事务，才让真宗看到她的政治才能，才有给她参与政治的可能。最后要注意的是，真宗对刘娥处理政事是比较认同的，对她也很信赖。刘娥是什么时候开始御政的？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从上面的史料语气中，我们可以看到，估计她御政应该是早于被立为皇后。事实上，自郭皇后去世后，宫中就刘娥的地位最高，她以此身份来帮助真宗处理宫闱中事，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只不过天家无小事，宫闱家事和朝廷政事有时候未必能够完全分开。然而我认为刘娥干政御政的野心并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从小培养的。与唐代的武则天相比，二人均出身相对低下，
但刘娥的低下与武则天却大不相同。武后家族毕竟是官宦之家，她入宫是想改变命运的，她的野心可见一斑。而刘娥本来就是贫家女子，如果不是真宗见爱招入王府，她很可能是开封街头一个卖艺妇人而终老一生，根本不可能涉足政治。所以她在入王府以前，不可能有任何政治野心。即便她被赵元侃召入王府，也只是暂时安稳，但依然前途未卜。事实上，赵元侃还有2个哥哥，本来太子之位无论如何都不会落在他身上，所以在刘娥与赵元侃相遇时，他们根本不会预测到未来发生的一切。而刘娥本人后来又被逐出王府，2人前途祸福尚未可知，所以能被上为皇子的赵元侃宠爱，他除了有幸福与幸运的感觉之外，应该没有什么政治远见。我认为，培养出刘皇后干政御政之野心和能力的人，其实就是真宗本人。宋代从太祖开始，权力就向皇帝集中，这不是个人能力与野心的问题，而是制度建设的问题。太祖、太宗2朝所创立的各种制度，本身就是让权力自然集中于皇帝一身，迫使皇帝必须总揽权力，实行专制统治。但真宗的能力与魄力都比不上他的父亲，就更不用说跟太祖相比了。他在中年又致力于天书封制这样的事情，乾纲独断对他来说实在是力不从心，故此他需要有人在身边与他分担、商量，甚至是出主意。换言之，他需要让渡出一部分的皇权，以减轻他自身的压力。他本来是可以选择朝中的大臣，但一方面制度不允许大臣掌握皇权，哪怕只有一部分都不行。另一方面，正直刚正的大臣像李沆、寇准等，尽管可以把真宗导向一位仁君明君，但也给了他莫大的压力。历史上很多皇帝面对这种情况，都会选择宦官或者佞臣作为自己的心腹。但真宗不是一个糊涂的皇帝，他也想有所作为，同时也深知历史上宦官和佞臣对江山社稷的危害，于是他选择了向自己宫中的女性倾诉，而这位女性正是他身边最贴心的女人刘娥。有一种说法说真宗的感情被刘娥支配了，姑勿论这种说法仅仅是一种没有史料依据的推测，真宗本身也不是一个轻易被支配的人。如果说支配，外朝大臣应该更容易支配他，但从他处心积虑，后来更是力排众议，必须立刘娥为皇后这一件事看，他相当有决断。反而是他的儿子宋仁宗，就是在大臣们的逼迫下娶了曹皇后的。长期的相处已经让真宗和刘娥的爱情上升为亲情，外朝的大事回到宫中也可以成为2人间的谈资，这在普通家庭里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在这过程中，刘娥不但分享真宗心中的苦闷，也会给他出主意。无疑，刘娥确实是一位多才慧的女子。被逐出王府后，她实际上是被上为皇子的真宗金屋藏娇。但刘娥就是利用这种机会，选择读书学习，提高自己的层次。虽然离开王府减少了她与皇子见面的时间，但作为消遣的阅读时间却相应增加。
所以这段时间他所学得的知识，当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他日后参与政治。在真宗眼中，刘娥既是爱人，又是知己，所以他事事与刘娥分享，才有阅天下风骤，多治中业，后接御闻之说。而只有在与真宗分担政事的过程中，刘娥才有机会把所学到的知识与实际政治相结合，其政治能力才得以锻炼。或者说，最开始的时候，刘娥参政乃是无意为之，目的只是为真宗解忧。此时他仅仅是开始接触政事而已，但到了后来，随着他参与政治的机会越来越多，他的政治能力也越来越强，逐渐实现了从妻子到政治家的角色转变。值得注意的是，真宗虽然因能力有限，不得不让渡出部分皇权，但皇权专制的制度使他必须保有行使皇权的终极名义。换句话说，真宗在世之时，无论刘娥御政程度如何，他始终是不能够突破宫廷内围的界限。因此，唐高宗时代，高宗和武后以天皇天后身份同朝亲政的景象，并没有在真宗朝再现。然而，随着真宗晚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皇帝唯一的儿子又尚未成年，幼主继位在大宋朝廷越来越不可避免。那是该由大臣还是太后来保扶幼主呢？对真宗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抉择，而这个抉择的过程也引起了他晚年朝廷上激烈的政治争斗。刘娥在这次政治争斗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